高考还敢作弊？你胆也太大了啊！什么？老师，这真不是我的，我真没有作弊。还敢狡辩？哎，别吵了，别吵了！哎，你别吵了！你好了没啊？哪先好了？你怎么突然来例假了呢？哎，你需不需要叫医生？不用不用，我2分钟就好，老师。好，那你快点啊！距考试结束还剩1分钟。小海，听到妈妈说。别考了，别考了！你不许考了！谁让你作弊的？谁让你作弊的？好了没有啊？妈妈叫你听到吗？不要吃我的时间！就趁你要交卷了。你还抢！走，不去，走呀，真不去。行，就是后面3道大题都没做。没事。哎，算了，我走了。哎，这次肯定凉，我走。哎呀，别呀，来都来了。二模题那么变态，要凉一起凉。时间快到了。来，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这里是泰格系 ，represent the city from the boathouse。哎呦，这里是 AKA Sun， 代表着太阳，传递着希望。哎呦，老师们好，这里是 GSL， 来自心中的云梯。出成绩了，出成绩了！啊，快看看，谁要都只有665。稍等一下。我妈要是知道我掉了2分，肯定打死我。不说了，不说了，烧烤不过线，此生不相见吧。这回考得好，没事。等我一下，有本事，高考场上看真章。好，咱们走吧。这题目确实难。上哪儿了？没事，肯定考不上1本。废了，这辈子没学。所有人目光在向着我聚拢，天赋经历，追绝把利刃，没人再敢把我戏弄，取而代之的敬重，嘲讽和讥笑记在心中，同时更有不才会被动。非常不错，非常不错啊！来，我们下一位学员江清朗。导师们好，我的出品曲目是《Dancing with Me》。这个夜里，恰好就在我视线距离，无知的灯光都在为你着迷，看到你所有兄弟都被忘。Hey girl， 要不要早点专属回忆？我知道你不喜欢若即若离，我只是想要和你在一起。Dancing with me, dancing with me, dancing with me, oh oh oh, dancing with me, dancing with me, don't be so shy. Dancing with me, dancing. 不好意思啊，老师，不好意思。我们这位学员考压力有点大，希望下面的学员不要受到影响。我晚上怎么样都睡不着，闭上眼睛，脑袋里面全是没有背完的知识点和没有写完的试卷。就算我偶尔睡着了，梦里也全都是不会做的题。我不想考了，毁灭吧！
就感觉只有2个多月就高考了，还有很多题没弄懂，就很慌，只能刷题、刷题再刷题。但是，我越刷越焦虑，以前会的题怎么越刷越不会了？我爸说了，起码要到本科线，管他2、3、4、5、6本，要不然就别跟他一个姓了。而且身边的人都在学，就我不学，我这个心里头也虚啊，只能跟着一起学。哎，太卷了，不卷我这儿不踏实，卷了又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更不踏实了。其实，焦虑也很正常，而且往往成绩越好的学生承受的压力会越大。其实你今天能出现在咨询室，桑老师，我只是2个月没来例假了。哎，怎么了？朱一涵，朱一涵，又流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但是，你们11班都不焦虑的吗？我前几天去找然哥，感觉他跟个没事人一样。桑老师，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独家秘方呀？今天和我弟吵了好几架，吵完才发现他成我的出气筒。我今天一句话都没说。不好意思啊，老师。明天早自习取消，直接来上第1节课。收到回复。负。有座位。哎呀，我知道，考试没考好，大家都有点焦虑，焦虑到想睡睡不好，想学学不进去，甚至照个镜子都越看越讨厌自己，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对吧？没关系，那我们换堂课，课名就叫做“如何对抗焦虑”。算了，我也懒得写了，你们自己脑补吧。我呢，虽然不是什么心理学专家，但是作为比你们多活了这么多年的成年人，人生经验总还是有一些的。如果我们想要对抗一样东西，我们首先要想办法找到它的源头。如果说恐惧的源头是未知的话，那焦虑的源头就在于不具体。换句话说，困难太多，头绪太乱，自己浆糊一片，未来混沌一片。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变具体，把不具体变成具体，再对这些具体一一付诸实践，这就是我们对抗焦虑的杀手锏。第一步，诚实。把最近让你们感觉到焦虑的人、事物原封不动地写下来、抄下来、画出来都可以。放心，你们写的什么我是不会看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对自己诚实，而且一个都不能落下。
来来来，都精神起来！各位，我们现在已经写下了近期让我们感到焦虑的那些人和事。既然我们已经把糊成一片的焦虑给具象化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对付它。我们看看自己写下的那张纸，我跟你们打个赌，这里面肯定没有你们想实现的目标。这说明什么？说明那些让你们感到焦虑的，只不过是实现目标过程中所产生的杂念。那么好了，第二步，排除杂念，集中思想。怎么做？就是在所有具体化的目标中找到一个最醒目、最直接、最能帮助你实现目标的，抓住它，干就完了。那对于你们来说，最触手可及的、最直接的，能让你们实现目标的是什么呢？分数。各位，像我一样画一张这样的表，记在你们的笔记本上，把你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拆分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一个一个小计划。就拿数学举例子吧，你数学上想拿140分，现在只能拿80分，剩下60分上哪儿拿呢？是三角函数，还是数列，还是其他什么地方？这周要拿多少分？下周要拿多少分？全部计划出来，然后一一去实现这个计划。至于在实现计划过程中所产生的那些杂念，不好意思啊，送你们3个字：不要想，因为想也没用，想只会占用你们实现目标的时间和精力，只会让你们离目标越来越远。所以抓住你们手中能把握的，实现它。1.63。又开始胡思乱想了，没关系，停止思考，开始行动。还有你喜欢吃的豆腐排骨香不香？没有胃口，吃不下饭，没关系，先找点顺手就能做的，做着做着，自然就饿了。半夜睡不着觉，没关系，那就先别睡了，先来。没错，刷套题，看看漫画，听首歌，干什么都可以，就是别刷手机，浪费时间。做到以上这3步，所谓的焦虑一定会被你打回原形，到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根本就没那么可怕。一直以来虚张声势的都是你自己罢了。好了。在学习上呢，我也只能帮你们这么多了，剩下的部分，那是桑老师的主张。拿我自己来说呢，对抗焦虑就是运动和玩，保持队形，别掉队。运动和玩耍之所以能缓解焦虑，与啡肽效应有关。内啡肽呢是身体的一种激素，也被称作快乐因子。当运动达到一定量的时候，身体产生的啡肽效应是能愉悦神经的。哇！超过我了，长安！哎呀你！哎呀，怎么回事？啊，长安！发泄也是缓解焦虑特别有效的方式，疯狂起来吧！
去年理科的录取分数线是685分，天意计划减去30分的话，保底分数是655分。上次你的2模成绩是579分，中间呢还差76分。把76分平均到6科来讲，每一科只需要提高13分，我觉得你可以的。但是，如果一直没有老师的话，只是自习，提13分，我没把握。就别指望了。你们没有发现最近老雷为了给我们找老师这个事情，那愁的发际线都往后移了吗？谁说你们没有老师的？季老师、沈老师、苏老师、贾老师、杨老师、卢老师，都是来给大家上课的。自从11班缺老师，肖主任就找到我，他10几次的口头请示，3次的书面报告，不管是补休还是放学，就在我的办公室门口堵着。让学校一定要给你们安排出老师来。来，快点！这是我们年级组针对高考最后2个月的冲刺内部出的9科教辅资料和试卷，现在给大家发下去。谢谢你啊，小瑞瑞。这并不代表我就认可你的教学理念，都是为了学生。那什么，之前郑倩那事儿，是我冤枉你了，对不住。我也对不住你，之前对你下的判断太武断了。你是个好老师。各位，感谢你们的仗义相助。不过，11班真的不需要老师了。大家都是自愿来申请上课的，学校也会全力支持，你就没有必要再推辞了吧？雷鸣，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没逞强，那是因为我已经找到了更好的解决方式，那就是小蜜蜂学习法。所谓小蜜蜂学习法，顾名思义，就是让学生们像蜜蜂出去采蜜一样出去上课。同学们，咱们现在主要矛盾是什么？难题、错题，还有薄弱知识点。程雨山语文文言文最弱，以后每周3、周4去上桃李1班黄明芬老师的课，他的古文功底全民中最强。当然了，他的课就是干货太多，略有些枯燥。不过正适合程雨山现在的情况。李然，物理好，化学差，这种情况呢，合理也不合理。总是想用物理思维解决化学问题，但化学和物理不一样，有些东西是要背的，不理解原理，你永远背不下来。你这种情况呢，就要找一个2门学科都通的老师。桃李2班，杨江老师，韩大物化专业硕士，他们班物理化学现在都是他在教。宇阳，你的文科基础扎实，但地理一直没有突破，打死也就70来分。这种情况呢，就要找到新的刺激。而你的刺激，就是松柏1班马思云老师，他的课有图又有趣，有梗有笑的，知识点的可视化做得特别好，特别适合你这种不上不下的情况。边小小，数学基础太差，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与其死磕难题，倒不如把基础再打得牢靠些。松柏5班郝然老师，原来是铁路工人，工伤之后退了下来，靠自学学成了数学老师。听着个人经历，你就能想到，打基础补短板，郝老师肯定没问题。
这采光跟朝向嘛，确实还可以。可以。啊，老房子稍微有点漏水。这应该就是反潮了，都是小问题啊，做个防潮就行。漏水好啊，家宅漏水，建材，好事儿，好事儿。对。啊，这还有一个后门啊，里外通透的。啊，这个到了饭点啊，外边确实有点吵，再加上这老房子隔音不太好。隔音差好啊，哎，这有地气，有人气，这住着多踏实啊，对不对？对。哎呦，侯爷，你这没事吧？没事。哎呀，这，瞧，这下省事儿了，都不用请师傅来卸门了，直接装修新的了。你看，这多省事儿啊！哎，好。我再跟您确认一下，您是可以接受现在付款3个月之后交房子，是吧？哎，不急，哎，住到年底都可以。我呢，先把钱给付了，你们都随便住，好不好？随便住。哎，那咱们这个价格的话，价格可以，完全没有问题。哎，要不咱们这么着吧，今天就把合同给签了。我呢先打50%的首付款给你们。你看是在这儿签方便呢，还是到你们公司去签方便啊？都可以啊。要不这样吧，您今天啊就先看到这儿啊，您先回去，回头呢我再让小周联系你。哎，别回头啊，就今天，现在，马上签。行。哎，喝个没完了啊！你这完全没有要走的意思啊！谢谢你啊，桑老师。谢什么？要买我房子那个买家背后的金主是你吧？这个房子啊，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哎，它通透性也好啊。是。院子也大是吧？对。哎啊，回去吧，别送了。好，再见。行，那我手机24小时等着您电话啊，随时联系。说，怎么样？大意了。你从哪儿找的客户啊？白鹿他爸。是的，还特意让他换个造型。你可别自作多情啊！我买是因为我找人看过了，雷老师的房子风水确实好，是典型的那个什么，藏风聚气，富贵双全，事业兴茂。怎么，想涨价？啊，没有，就是单纯的跟你说一声谢谢。别呀，谢什么呀？我买那是我赚了。不过那房子我不能卖给你了。啊？因为我找到了一个更合适的买家。妹子啊，你要买到这里呀，值了。你看，这样的房子啊，有10几栋家属楼呢。一到下班呐，这客流量可大了，人来人往的。哦，菜市场离这儿不远，后面还有这么大一个院子，到时候你摆上2桌，把窗户全部打通，里边啊通了，外面还可以营业呢。这边呐，放一张大桌子，
哎，这里啊，放一个大冰柜，那种带灯的，把串串放在里边，让他们自己拿。哎呀，我跟你说啊，这边再放一个桌子，上面呢放树啊、猫啊。志祥给挣钱妈妈的赔款已经到了，再加上他之前的积蓄，刚好可以开个新店。高啊！也就是说，志想用自己的赔款赔偿了自己。可以。不对呀，打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就是最好的安排。出发！谁迟到谁是小狗。这些生动多样的教学方式，现在全新州的高中都在推行。这股热潮，又是我们明龙实验带头掀起的。在这里，我必须要提及和表扬一下11班的2位老师，雷鸣老师、曾夏老师。你没听错吧？华校居然表扬我们。别急，你信不信还有反转呢？不过，该表扬的地方要表扬，该批评的也要批评。雷老师、桑老师，现在是什么时候？大家都知道，高考前2个月是最难熬的黑色星期五，是心理焦虑期，更是提分瓶颈期。在这个节骨眼上，唯有你们11班搞特殊，推行什么小蜜蜂实习法，它既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又会干扰其他学生的复习心态。有话你就直说吧，高校。小蜜蜂学习法是不是不让搞了？我就是这个意思。小蜜蜂就不要搞了，要搞，我们就搞一个大蜜蜂。是啊，如果所有的人都搞特殊，那也就没有特殊了。所以雷老师、桑老师，如果把你们11班目前的教学模式在全校内推行，你们有什么具体想法？首先呢，全年级学生根据我们的开课自行选课，不用像之前那样在自己教室一待就是一天，还可以在走班串门的时间，顺便调节心情，锻炼身体。没错，整个高3年级全体走班，集体采蜜，把现在的自然班教学变成大学里普遍采用的走班教学，在集体学习中溜实步。全体老师放弃之前全知识点、全难度的一条龙式教学法，而根据自己最擅长的部分，面向全高3的学生开启公开课。I promise。哦，相对真实条件句也叫做第一条件句，描绘一种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并考虑它的后果。张老师，请问您对雷鸣老师说 "I love you" 是认真的吗 I think so。总之，我们的目标只有2点：一是培优，二是不差。你们把这个表格给我记住，考试成绩你们不上90，你们找我来，我给你们跳扇子舞。暖流还是寒流？放松大脑，深呼吸，感受你的情绪。人是群体动物，拥抱及肢体接触能够让身体产生催产素，而它能够帮助我们更直接地感受善意。公是能量变化的量度，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静电力做的功。下面我们来讲述一道匀变速直线运动的题目。一个物体在粗糙的桌面上，以一定的初速度。楼下，哎，盛老师，过来。有份文件，麻烦您签个字儿。哎，楼下，我没看错吧？您在备课？全高3都在当小蜜蜂。被采蜜的老师都快不够用了，我这行政工作做得太久了。
还蛮想上讲台的。那么我们要求得的是什么？求得这个物体在这个粗糙的桌面上行走的时间。平时你们是不是非常喜欢看什么综艺节目，对不对？最感兴趣的是不是就是 C 位的人选到底是谁，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生物课呢，用更专业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为什么 C 位在团队中如此的重要。我们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人脸构造的知识点。哎，来了。51， 52， 50。哎呦，那么多人，说不清楚了。哎，我的强迫症都快治好了。啊，上课。起立。错。哎，那个还对了。我市民工实验中学北新高考试行创新的全策划模式，改变了过去以老师为主导的传统教学模式，改为由学生为主体的自主选择模式。这种全新的教学组织模式，不但调动起了学习的积极性，还培养学生的判断能力，能更好地探索自身的发展方向。各位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新洲电视台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逐梦未来超然圣像 rap 漫游创作指南原石开发计划28进14的比赛现场，欢迎各位。经过了之前几轮精彩比赛的角逐，今天一共将会有28位鲜衣怒马的创作少年登陆到我们的这个舞台。你退赛吧。凭什么？你觉得你刚才发挥的好吗？表现的不好就直接退赛？你从头到尾就没有想过要支持我吧？说什么给我一次自己选择的机会，给我1年考验期。你今天来就是想看我出糗，然后证明你才是对的。你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我可以，是不是？我让你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一次，可是你现在唱的也不是你真正想唱的呀，天天把 real 放在嘴边儿，怎么到了这儿，为了配合人家主办方，你的 real 呢？你怎么不敢 real 了？让我们欢迎 AKA Song 江晴朗带来小气球。欢迎江晴朗。让我们欢迎江晴朗。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到 AKA Sun 江晴朗带来小气球。对不起，导师们，还有导演组。今天，我想唱一首自己想唱的歌。什么情况？这不乱套了吗？谁跟的？导演现场出了点小问题。他不是唱的小气球吗？这在玩什么呀？哎，他怎么会这样？我们在不同的家庭呱呱坠地，但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个体。这是淘汰歌吧？
对，之前排练过，后来被 pass 了。知道雷老师教过我一定。分数。让瑞德跟上吧。瑞德跟上，快跟上！我就能够这样。这是谁弄的？哦，对了，学校要是问的话，就说是李然让你们做的啊。不会旅行。你是不是说过，所有老师的课都能配备一套反馈评价系统，学生们可以点赞，还可以弃剧，看看哪个老师敢摸鱼、敢霸凌。如果有一天，所有的老师都有心、有爱、有招的话，看看哪个学生还会参加校外培训。桑老师这个大嘴巴呀！你觉得那一天真的会到来吗？起码经典的明英和龙海都做到。佩服啊，高校楼校，这个德育和教务的人已经派到班里去了。那个班牌被贴的事儿要怎么处理？不处理就那样吧。
啊，从高三一班到高三11班，班级的名字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对吧？楼下，从此以后，不再有什么名言，也没有什么不会。只有明楼，只有明楼。行了，激动了。